哎呦，那字儿怎么写来着？甲骨文中有一个符号极为神秘，甚至不应该仅仅基于文字领域去研究。天，这个形象和天空完全看不出联系，哪怕是3岁的幼童都会告诉你，这是一个小人儿，而且是一个脑袋大大的小人儿。我们可以看看甲骨文中的人与大，他们的本意都代表人，其中普通人看上去就是一个卑躬屈膝的侧影，而大代表岔开腿顶天立地的强者。但是他们的形象都没有去突出头部，而仅仅是对四肢与躯干的描绘。那为什么天的形象却是拥有如此硕大头部的人形呢？由于史料的残缺，如今想要证明这个天到底是什么是很难的，文字界也是众说纷纭，但几乎每个中国历史研究者都认同，自周代之后，天这个字几乎可以和神灵画上等号。陶寺遗址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，4000年前的古人也在这里尝试建立天与人的联系。考古学家发掘出了13根夯土铸的地基，复原并重新树立起这些柱子后，人们发现古人利用柱子间的缝隙观测日出光影，推测出1年中的节气。古人只需功立于此，守望亘古不变的天光，即可获得上天授予的时间。4000年前，人们就建立起这样的空间、时间、光线的大型实验装置，试图获得来自天的指导。天人之间的沟通自古就从未断绝，至今仍有许多天文爱好者每年春分前后都会来此观测星空。正犹如千百年前的先人们一样，他们也期待在正确的时间、正确的地点得到天的回应。可以想象，当我们的祖先第一次刻画这么重要的文字时，是不是也有这个疑问？我的天哪，天上也有人吗？在天上飞翔的仙女身姿曼妙，衣袖翩翩，这可能就是大多数人心中飞天的形象了。但是这样的形象其实是后期艺术的进化，而更早的形象中，飞天是男人。他们不但身姿健硕、肌肉发达，而且头圆脑大，且头部被笼罩在更巨大的圆形之中。近万年的人类历史漫长而蒙昧，对于天的探索更是最近这100年才有。现在当我们终于脱离母星向外太空探索时，我们的着装是这个样子。无一例外的，作为这个阶段的人类文明符号，宇航员的形象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颗大大的脑袋。是一种奇妙的巧合，还是穿越时间的证明？这真是一个难有定论的猜测了。而面对这种天问，我们只能感叹一句：我的天哪！今天你写字了吗？